大家好，我是吴用山人。就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00多天，有如歹戏拖棚，新闻热度消退，不再占据新闻的主要版面的这个时候，本山人看到了一则报道：普京坚持不撤兵，因警告3次世界大战恐爆发。其中内容一段是这样的：英国新任陆军参谋长告诉英军必须准备好踏上欧洲战场，因为可能要在第3次世界大战中对抗俄罗斯。另外一则新闻标题则是教皇称第3次世界大战开始。教皇方济各说：我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已宣布爆发，而这正是应该让我们思考的事情。在1个世纪内经历了3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到底怎么了？看完以上这些新闻，大家会怎么想？第3次世界大战要开打了吗？俄乌战争会扩大成第3次世界大战吗？而当我看完新闻后，有些想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是，他们都说错了。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不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而是第3次世界大战早就已经打过了，要爆发的是第4次世界大战才对。大家听我这样说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吧？为什么这么说？请让本山人一一道来。说到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人类打了2次世界大战。那我问大家一件事，当时那些正在打1次世界大战、2次大战的国家，早战正酣打得鸡毛鸭血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打世界大战吗？当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然后跟那些正在一战的国家说，嘿，你们知道吗？你们正在打第1次世界大战哦。他们听了可能会一头雾水，等他们打完之后，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刚打完的战争是第1次世界大战啊。当下的人并不晓得这场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所谓世界大战，那都是事后被定义的，不是吗？首先不说对世界大战名称的定义，就连大战的时间也是事后才被定义出来的。就拿第2次世界大战来说，世界主流认定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这天开始算的，这是大部分以欧美国家为首的说法。而当时的苏联于同年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两国还秘密协议瓜分波兰。这个条约等于间接让德国可以放胆入侵波兰。为了要淡化这个责任，所以苏联官方认为1941年6月22号德军进攻苏联才是2战的起点。而早在1947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就认为2战要从1937对日抗战爆发开始算起，甚至有人提出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918事变开始算，整个2战就是所谓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早已在1939年之前就开始抵抗法西斯政权，之前打的难道都不算吗？战争发起国日本则是提出将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作为2战的起点，等于说美日开始了太平洋战争才变成世界大战。这样说很明显是想减少1941年之前的战争责任，这个想甩锅的用意太明显了。其他说法还包括1935年10月3日因为意大利入侵伊索比亚而爆发了战争，这个说法就有点搞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2战意大利存在感是最低的。以上这些说了这么多，就代表一个道理，连战争开始的时间认定都会随着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了，何况是战争名称本身的定义了。既然所谓世界大战都是后世所赋予的名词，那我可不可以说，历史上的美苏冷战其实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只有我这么说，在2次大战后的所有冲突中，有许多政治人物及学者都认为冷战是第3次世界大战。虽说这个看法不是主流，但我觉得至少这个定义有它的道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被定义为世界大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才能来怎样谈冷战算不算是世界大战。就拿第1次世界大战来说好了，这个定义我觉得很奇怪。第1次世界大战其实只是欧洲的大战，根本没亚洲、非洲什么事啊，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零星战事发生。照这个定义的逻辑，发生在欧洲的30年战争及7年战争、拿破仑战争，都可以称作第1次世界大战了。20世纪发生在非洲的刚果战争，是非洲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非洲有9个国家20支武装力量参与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有非洲大战之称。那为什么不能把这场发生在非洲的战争定义为世界大战，而将只有在欧洲的战争称作世界大战？之所以这样被定义，是因为欧美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客观上欧美的确也主导着世界的政治，而亚非国家大部分也是服膺于欧美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也认定这种说法。可是我觉得以战场来看，冷战的规模还比所谓的一战还要大。在欧亚非都有战场，光在亚洲就有韩战、越战，甚至国共内战；非洲的欧加登战争、安哥拉内战；中东更不用说以埃战争、以巴战争，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欧洲以东欧为主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以上这些都是冷战期间在全球爆发的战争。除此之外，冷战的战场还不只局限于地球，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让外太空都成为战场了。有人可能会说，要定义是否为世界大战，并不是看战场地点，而是看参战国。在一战和二战中，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参战国，只是参战的程度不同。你冷战只是美苏之间的战争而已，是吧？没错，如果照这定义来看，一战的确可以叫做世界大战，因为当时主要国家名义上实质上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但这样看来，冷战更可以称得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因为套用这个标准，冷战所参与进来的国家也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除了参战国数目之外，还要以是不是分成两个阵营来定义，因为前两次的世界大战都分成了两个阵营，而且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加入这两大阵营。如果说很多国参战，但都是各打各的，这样是混战，就像军阀混战、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一样，不是世界大战。我们都知道，一战时分成协约国与同盟国，二战时分成轴心国与同盟国，同样冷战也是分成两大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西方阵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而且除了当时所谓第三世界中立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这个阵营中。而前两次世界大战后都会重新建立一个政治格局、秩序体系，新建立的体系打破了前一次建立的体系。一战后，列强在巴黎凡尔赛召开会议，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二战后，战胜国在当时苏联的雅尔达召开会议，建立了以美苏两极为主的雅尔达体系。冷战过后，同样建立了一个政治格局。美苏两国在马耳他召开的马耳他峰会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标志。我觉得冷战过后的政治格局可以称作马耳他体系，一个美国独大领导世界多极的体系。前两次大战还有一个共同点，前一次大战结束后都埋下了后一次战争的火种。二次大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赔款过重，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让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同样，冷战也是因为二次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势力瓜分世界，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的极度差异让两国谁都不想另一方继续做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空间，所以造成了冲突。有人会问，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前一次世界大战后种下的火种吗？可是，一战前有第0次世界大战吗？有的。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都有学者将之称为第0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还有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2和1913年在巴尔干半岛的2次战争等等等等。这些战争后产生的各种矛盾都可以说是引发第1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这都是前面几场战争积累出的问题爆发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一场战争的结束必定会引发另一场战争的开始。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第4次世界大战呢？俄乌大战会引发第4次世界大战吗？这两个问题本山人我也不知道。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以战场、参战国等因素来看，还不像是世界大战的规模。以我们目前得到的资讯来看，俄乌战争会是一场旷日费时的持久战，所以未来会不会扩大规模就不知道了。不过照我刚刚前面的逻辑，我们其实已经在打世界大战了。俄乌大战不是会不会引发第4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而是俄乌大战本身就是第4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Bret Stephens 在3月份乌俄开打之初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第3次世界大战将如何开始》。内容是说，第2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是由好几个事件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些事件包括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6年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苏台德区危机等等。所谓的大战最后就像水位上涨到冲破水坝一样爆发。
如今我们也经历了几年来的水位上升。尽管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才引起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注意，俄乌战争之前，俄罗斯入侵了乔治亚克里米亚乌东地区，类似在二战爆发前德国所做的一样。俄乌战争与这些事件累积起来，慢慢变成世界大战。作者的意思跟我以上所说的道理类似，有可能我们已经在进行世界大战了，只是我们浑然不知。如果有第4次世界大战的话，或许俄乌战争本身就是所谓第4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如果照我所说的，冷战是第3次世界大战这个说法成立，我们回过头套用前面一次大战结束后，都埋下了后一次战争火种的逻辑来看，俄乌战争的确很像是第4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因为冷战结束后留下了2个问题，这2个问题现在看起来都像是为俄乌战争种下的火种。俄乌战争的2大主角，俄罗斯和乌克兰，解体前2国同属苏联，在苏联解体后都受到极大影响。俄罗斯在苏联刚解体时，人口外流，民生凋敝，官员贪污腐败，直到梅克尔口中的那个男人上台之后，才在他的带领下走了出来，恢复往日俄罗斯帝国的荣光。乌克兰与俄罗斯同宗同源，曾结盟数百年，同属东斯拉夫国家。自从独立之后，国内2种势力拉扯，以流贯乌克兰全境的第聂伯河分界，西部以乌克兰族为主亲近欧洲，东部以俄罗斯族为主亲近俄罗斯。2种势力不断斗争。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广场革命所带来的亲西方走向，就是反俄与亲俄斗争的结果。2014年，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招致乌境内俄语居民的强烈反对。乌克兰正在逐渐去俄罗斯化向西方靠拢，这当然是民族主义已经抬头的俄罗斯人所不乐见的。乌克兰人仇视俄裔民族国内亲俄势力对政府的不满的背景下，在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亲俄势力武装叛变，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协助克里米亚境内亲俄势力，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2015年签订明斯克协定，暂缓乌东危机。现在的我们知道这些只是暖身，这只是8年后俄乌战争的前戏。第2个问题就是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在冷战时期目的就是拿来在欧洲围堵苏联的。苏联解体，但是北约依然存在，没有因为苏联这个敌人的消失而消失。不但没有消失，截至目前为止，从最初的12国扩张到30国，20年内向东推进了1000多公里，军力也扩张了好几倍。对于北约东扩，俄罗斯感觉受到威胁。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国与北约的战略缓冲区就不存在，将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压力。早在俄乌战争之前，俄罗斯就已经表明这个担忧，且说明本身的态度。或许有人会说，乌克兰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民族认同，不能认为自己是乌克兰族吗？这又关你俄罗斯什么事？这我同意，要认同自己是什么民族当然是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同意。不过我个人认为，当你的国家身处于地缘政治复杂的位置时，大搞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你的位置在2大政治势力的中间时，当你无法维持平衡，倾斜一边时，你就要来自另一边的压力。至于北约东扩，或许有人会说，北约是防御性组织，东扩就是怕你俄罗斯侵略扩张，你俄罗斯不去侵略人家，你怕什么北约东扩呢？这样讲我100%同意，可是重点不是我同意不同意，而是俄罗斯同意不同意，不是要说服我或其他人北约东扩没有针对性，而是要说服那个男人，你的本意是要为了大家的安全围堵他，但是反而刺激到这只北极熊，让他发狂。至于为什么北约东扩让俄罗斯这么在意呢？我想应该是脸上太难看吧。以最近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来说，代表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8国都是北约成员。请大家看看这个图，如果芬兰真的加入北约，爱沙尼亚和芬兰直接扼住了俄罗斯的出海口，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变成跟黑海舰队一样在池塘里玩泥巴，这对俄罗斯而言真的不太好看。俄乌矛盾跟北约东扩的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限于篇幅无法讲得很完整，有机会再做一则影片来谈这件事。俄罗斯的威胁跟北约这2件事是一体的，因为这2件事的存在让美国成为最大得利者。冷战过后，美国这个战胜国一直在做一件事，维持战胜国的胜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俄罗斯虽然不像过去苏联那样强大，但也是数1数2的军事大国。而欧洲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想要摆脱美国影响，
实行战略自主。这当然是美国不乐见的，所以强调俄罗斯的威胁可以离间欧洲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北约这个组织其实就是由美国领导，而北约的存在除了可以制住俄罗斯之外，又让美国可以在欧洲事务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说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美国当然积极推动，造成现在北约与俄罗斯的间接战争，同时削弱欧盟跟俄罗斯，此为一石二鸟之计。那么欧洲与俄罗斯之间为什么不可调和？为什么美国挑拨之下，欧洲会站在美国这一边？为什么俄罗斯已经不是过去的苏联了，美国还要针对俄罗斯往死里打？因为美国的意识形态跟欧洲比较相近，他们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首的西方世界，与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格格不入。欧美对俄罗斯的矛盾是有历史长期渊源的，再加上宗教、民族等等因素，美国虽然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但其实对俄罗斯的矛盾比对中国的矛盾还要大，对俄罗斯的仇恨值甚至比对中国还要大。冷战结果，美国虽然战胜苏联，美苏和解，但是美国对俄罗斯还有一些怨恨。同样的，作为战败一方的俄罗斯对美国也更多怨恨。这就是老子《道德经》说的“何大怨必有余怨”。这些种种积怨与种种矛盾问题，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了。所以俄乌战争不是凭空爆发，从冷战以来大小战争、大小冲突慢慢积累而成的。以上叙述，有人可能认为我在帮那个男人洗地，合理化俄罗斯侵略的理由，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没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可能一国认为是侵略行为，但对另一国而言可能定义就不一样。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我们要定一个准则，叫做侵略。联合国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所组成的组织，所订定出来的秩序当然是人类社会共同所认同的。那我们来看看联合国所定义的侵略行为。根据联合国在1974年12月14日订定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总共8个条文的决议文来看，俄罗斯的确是违反了人类社会的准则，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是妥妥的侵略行为。如果我反对美国侵略尼加拉瓜、巴拿马、黎巴嫩、科索沃、索马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我就要谴责俄罗斯，以免变得双标。所以我虽然没有使用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的字眼，但本山人心中真心觉得俄罗斯行为是侵略，这没有问题。但是有人会说，侵略这种事本来就是要双标，有一些侵略不算是侵略，比如说美国的侵略只是特别军事行动，况且美国攻打的那些国家的政府都是集权的邪恶国家，美国是为正义而战。照这样讲的话，有一些战争就不能算是侵略，它有一定的正义性质。所以说侵略有分正义的跟不正义的，而问题是正义不正义是如何定义，谁来定义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二战盟军攻入德国，盟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些算不算侵略？以我们现在的定义，当然不算。不是因为盟军是正义之师，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为了正义而战的战争，而是因为盟军赢了，不是德国跟日本赢了。盟军赢了，结果是欧美主要的战胜国主导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行为不被定义为侵略。如果今天的赢家是德国跟日本呢？这两国在二战犯的那些错误就不被称为侵略了，两国干的那些肮脏事都会被美化。国际从来没有正义，谁赢谁就是秩序。最后做个结论吧，照我这么说，我们已经经历过第3次世界大战了。可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第3次世界大战从没真正开打过。我认为都是因为爱因斯坦那句名言的关系。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4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其实爱因斯坦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但对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理解，大部分人都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人类文明彻底毁灭，倒退到史前原始时代。但是仔细想想，我觉得第3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会使用核武器。我不是说人类有多么高尚大讲武德，所以不用核武，相反的是人类好斗的本性才不用核武器，使用核武代价高，动用核武反而对自己没有好处，在利益算计的情况下反而不会用核武。人类是好斗的好战的，你给他核武他就用核武打，你给他石头木棍他就用石头木棍打，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用什么东西打，因为不能用核武，所以他就用别的武器打。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核武器大部分还是以威吓为主，有核武的国家不多不会用，没核武的国家也不多用不到。再来，一个东西生产出来当然有它的用途，人类各种军工业生产这么多武器，不就是要拿来用的吗？所以不用核武器，人类还是能够打得起来，打得开心，打得放心。
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被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但我们现在知道它什么都没结束。从这个经验法则来看，有了第一次大战，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战。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因为没有一个被正式定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让你感觉世界没有发生大战，误以为自己身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其实，世界一直发生大战，但从未被叫做世界大战。哦，对了，你知道叙利亚战争到现在都还在打吗？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对这集影片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指教。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敬请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谢谢，我是无用山人，下次见。